去，这是哪？我不是被泥头车撞飞了吗？这是哪儿？这是我重生了，还是一条黄河里？我操！白金猛鱼，老子一条鲤鱼怎么会跟他在一个地方？现在有请最后一批参赛选手，身长1.5米，体重80公斤，来自刚果河流域的河流之主白金猛鱼。我宣布，第3天的水族3000周天骄大战正式开始。巨型食人鱼缸，完了，这是地狱吧？每条鱼都能轻松弄死我。完了，被发现了！我操，这是冲我来的！完了，一条黄河里还不够老子塞牙缝！10分钟10条黄河鲤全没了，白金猛鱼太恐怖了！哎，完了，沾上了猛鱼的胃酸，看来还没过新手保护期就得命扫黄泉啊！丁，检测到宿主面临致命威胁，获得新手保护期1次，赠送坚不可摧。系统，新手保护期，难道说我有救了？啊！黄河鲤吃是好吃，但吃多了磕牙。哎呦！哎呦！猛鱼嘴里嗖的一下，那是什么？不会是鱼肚子里的黄河鲤逃出升天了吧？吃进肚子里还能虎口逃生，这不可能吧？虽然我有吞噬系统，可我一条黄河鲤身处在缸内食物链的最底端。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垃圾系统，我该如何翻身呢？白金猛鱼修为华龙威胁等级 S。鱼还有修为，这鱼缸有超凡力量。巨骨蛇鱼修为大地，巨龅牙鱼修为大地。我去，一个鱼缸里2个大地，太逆天了！系统，他们全都是大地修为，那我呢？宿主黄河鲤修为区威胁等级负9999。不是吧？合着我这修为都成蛆了？你这是什么逆天匹配机制啊？小小黄河，你敢撞我们牙？看本大帝吃了你！完了，完了，被那傻子鱼给发现了！区一条黄河里，没有灵智，竟能撞碎我的牙逃出升天！我要撕了你！解！我这条普通渺小的鲤鱼根本跑不过它，怎么办？等等，是巨骨蛇鱼！巨骨蛇鱼是大地修为，唯一活命的办法就是祸水东引。我就不信巨骨蛇鱼遭到白金猛鱼攻击也无动于衷。小畜生，这鱼缸就这么大，跑什么跑？乖乖受死吧！解！妈的，此身躯还是太弱了，仅是一个普通的撞击，竟然都能把老子撞得头晕眼花！放肆！区猛鱼也敢冒犯本尊！原本想着吞噬完鲤鱼后慢慢成长，也罢，今天老子就先吃了你！大功告成，哈哈！打起来了！2大巨鱼死磕！是黄河鲤，还真是黄河鲤。这黄河鲤聪明啊，竟能祸水东引，使得2尊巨擘鱼互相厮杀起来。这天下应节如过江之鲤，这条黄河鲤已经是鲤鱼一族最后的希望了。我看哪有什么希望？这黄河鲤虽然能逃出虎口，但惹怒了白金猛鱼，不出3分钟定会被众猛鱼撕碎。不是，你们快看，这就是巨白金猛鱼的咬合力吗？咬合力，这一时没注意，黄河鲤就被咬死了。该死，这大地修为果然厉害，竟一口掰掉了老子一块鳞片！臭娘们，今天吃屎！本座定吃你这血食！这是华龙修为，你个孽畜，敢与本座互啄！要不是本尊身躯未痊愈，老娘一口就能把你头拧下来！打，狠狠的打！对，就是这样。好香啊！吞噬鳞片成功，获得技能石化，消耗能量令全身石化，并可自由行动。这就是系统赋予的技能。再找口肉尝一尝。
恭喜宿主防御力正10。我靠，还有巨骨蛇鱼碎肉，这枚猛鱼的碎齿我收下了。恭喜宿主吞噬白金猛鱼碎齿，获得技能疯狂撕咬，消耗能量模拟利齿，进行连续3次撕咬。大家快看，那条黄河里是2名巨国厮杀时产生的碎肉。这黄河里胆子也太大了，刚从白金猛鱼口中逃生就敢捡碎肉吃，我看他是懂谋略的。这鱼就是我随便买的普通黄河里啊！这具身躯恢复太慢，不然我堂堂白金猛鱼岂会受这种屈辱？白金猛鱼，你不要命了吗？你敢与本帝抗衡？等本尊再休息几日，岂容你在本尊面前嚣张？你们这2条猛鱼区说半天，倒是快打！这点肉碎连肚子都填不饱。血势太少，其他鱼已经注意过来，不能再打了。算了，今日本尊暂且放你一马，赶紧给我滚！哼，好男不跟女斗，是我放你一马。不是，这就不打了。你们要是不打，我哪来的肉碎啊？哎，要是没了碎肉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岂不是得再次步入猛鱼的肚子？看来猛鱼们都很谨慎啊，先饿他们1天，明天再看大战。真没趣，2条猛鱼打一半竟然不打了，还猛鱼天骄大战，真是一群废鱼。都走了，正好也该试一试本大爷的吞噬技能了。好你个山虎，敢挡本大爷的路，让你见识见识本大爷的技能，疯狂撕咬！吞噬珊瑚，防御正0.01，攻击正0.01。不是，就这么点属性，系统，你这是逼着我和其他猛鱼战斗啊！我靠，什么东西？无界黑鱼，4级秘境。虽说黑鱼是黄河里的天敌，但这黑鱼已是我能找到的最低威胁了。要是不能变强，我这一辈子最多也就是一条黄河鲤。老天保佑啊！根据我的观察，这条乌鹃鱼鳍摆动缓慢，应该是身上受了点小伤。此时正是我偷袭的好机会。好兄弟，虽然你我同处生物链低端，但对不起了兄弟，我只想活下去。没想到这条乌界即使受伤了，仍然反应灵敏。不过就算无法偷袭又如何？我有技能。一条侥幸存活下来的黄河鲤，凭你这小身板还想攻击我？给我搓澡还差不多。我去，这年头还有人赶着送死？我靠，兄弟，你头怎么那么铁？还好，刚刚加了50点防御，差点被一条黑鱼咬死。虎落平阳被犬欺，连一条黄河鲤都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。你别走，头硬就算了，鳞片总不可能那么硬了吧？我都跑了，你这乌鹃怎么跟疯了一样不依不饶？黄河鲤来了还想走？早就防着你这一手了，岂能让你得逞？有把握了，哈哈！你个黄河鲤根本没有能力咬伤我。你也太小瞧我了吧！鱼鳍乃鱼类最脆弱的地方，疯狂撕咬。丁，恭喜宿主吞噬乌鹃血肉，体力点加10，获得技能急速消耗能量，能提升移动速度，最高可提高1倍移动速度。我靠，又提升了！这次和乌鸡的战斗更有把握了。不是，你一条鲤鱼哪来的牙齿？怎么有这么强的攻击力？牙不牙的不知道，或许这个鱼缸世界里的黄河鲤本来就有牙。就算有牙齿又如何？鲤鱼终究就是鲤鱼。它速度慢了，机会来了。得益于之前获得的10点体力加持，林渊此刻仍有余力，清晰地察觉到乌力的动作逐渐迟缓。急速石化！我去，这是啥？疯狂撕咬！我竟死在一条黄河鲤的手上，耻辱啊！果然，缠斗了这么久，想不被注意到都难。如果这些猛鱼冲过来，该怎么办？这小黄河里竟能将乌墩侵蚀殆尽，不简单啊！这股能量是灵气，这黄河里身上有灵气。还真是幸运的家伙，待老子恢复身躯，定要吃了你！这鲤鱼异常凶猛，等恢复修为，将它收在身边也不错。丁，恭喜宿主吞噬乌鹃血肉，能量点加10，体力加10，防御加10，攻击力加10。也就是说，亲手杀死的猎物，吞噬后能得到的好处更多。
兄弟们，早上好啊！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鱼缸内战况如何了。这里可是水族3000州天骄大战的擂台，我看黄河里应该也早就被饿惨了的猛鱼们吃掉了。对，主播，这条黄河里作为鲤鱼一族最后的灵苗，赶紧看看它现在怎么样了。我靠！兄弟们，你们快看哦，这黄河里正在吞噬巫界的肉碎。你们快看他头上的伤疤，肯定是昨晚的水缸大战留下的。我就说这黄河里绝对不会输。不对啊，主播，这区一条黄河里，你不会是晚上暗中操作，把其他猛鱼给喂了饱吧？区一条黄河里，怎么可能打得过黑鱼？真的，兄弟们，请你们相信我。虽然现在这只黄河里反杀了乌鹃，但你们看鱼的肚子就能知道，昨天就只有几条白金猛鱼吃了黄河里，其他鱼都是饿了一天一宿的。一条河鱼也想来抢食啊！我打不过其他猛鱼，我还打不过你条河鱼吗？不是，白金猛鱼又来了！怎么，仗着身形大了不起啊？牙齿都缺了一块，别人不敢治你，我来治你！黄金河虎修为准地威胁等级2颗星。黄金河虎牙齿看来不如白金猛鱼的大潜锐利，看来还是比白金猛鱼略逊一筹。黄金河虎大哥，你一定要撑住，救我！兄弟们早上好啊！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鱼缸内战况如何啦！对啊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之前吞噬白金猛鱼的碎肉实力能暴增，我为什么要懒趴趴地在这里，费劲巴力的吞噬无效呢？不如坐以待毙，等大型猛鱼的碎肉飘过来。不是吧？这条食人鲳连捡个碎肉也要跟我抢，还让不让我活？算了，我还是接着啃乌蛰吧。有白金猛鱼在，实在太危险了，不值得，犯不上，没必要。我们在打架，你条食人鲳在旁边捡碎肉，你什么意思？盼着我们早点死呗！我黄金河虎平生最恨捡漏之人，我先收了你！我就是捡漏！小杂种，还想学那条黄河鲤？好大的胆子！长达40厘米的食人鱼，这可是大补！大乘期复原2个巨波鱼类战斗，这条食人鱼也敢上前捡漏，死得好！不懂别乱说，那条食人鲳也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存活下来的，这次只是不小心。兄弟们快看，这黄河里吃乌捉的碎肉都那么费劲，怎么可能在鱼缸里存活下来？等白金猛鱼和黄金河虎这2大巨擘分食完，我估计下一个就是黄河鲤。不是，你没事吧？抓我进鱼缸当鱼饵就算了，还在外边幸灾乐祸。有本事你来，要不是我现在没能力，看我不甩你一脸水！好了，兄弟们，接下来加大难度，将水温上升至40度。就算没有其他猛鱼攻击黄河里，这40度的水温也足以将黄河里送走。40度水温，你想让我死就直说，何必折腾老子？你个主播，等老子摆脱鱼缸重回人形，老子必砍了你！趁白金猛鱼还没回过神，我得赶紧吞噬，疯狂撕咬。宿主吞噬完成乌鹃，获得技能吞噬，消耗能量加快吸收速度，快速转换能量，加速生长。吞噬技能你倒是点来呀！你要是早点来，我哪里需要慢慢啃食，白白浪费1晚上的时间。恭喜宿主获得属性200点加成。吞噬整条乌鹃，一共获得各类属性点200点，减去之前吞噬血肉和碎石获得的10点防御、10点攻击。这么算下去，自己最初的基础数据仅仅为10点，还真是弱小又垃圾。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系统，你解释解释，为什么乌蛰被我吞噬之后会获得200点各种属性提升呢？乌鹃转生前是4级秘境1重天的天骄，转生后灵魂虽然变得弱小，但吸收后能获得的各种属性却极其不凡。也就是说，原来吞噬不仅会吞噬对方的肉身，还会吞噬灵魂。这么说来，我完全可以从他们转生过来的灵魂上获得大幅度的属性提升。巨骨蛇鱼修为大地防御力2000灵力18。2000的防御力完全不是对手，只能规避猛鱼，过段时间再对大型肉食猛鱼动手。等等，灵力，巨骨蛇鱼之前曾说静待些许时日，再去找白金猛鱼算账。他等的不会就是这个吧？这算什么？灵气复苏？不好，还是得赶紧吞噬进化了，不然等白金猛鱼恢复，小命难保。白金猛鱼的幼崽，之前被你们族群的追得半死，
现在正好拿你们练手。白金猛鱼幼崽，防御156，攻击102，体力138，灵力8，修为4级秘境一重天。白金猛鱼幼崽，防御156，体力8，灵力8，修为均为4级属秘境性一重天。比之前的无钻略强，但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拿下他们应该不成问题。急速，疯狂撕咬。恭喜宿主吞噬小型白金猛鱼3条，获得防御力380，攻击力350，体力250，灵力15，获得技能灵影。检测到宿主吞噬白金猛鱼幼崽，觉醒专属关键技能弱点穿刺，消耗全部灵力，凝聚尖锐能量精准，击穿目标弱点，造成致命伤害。同族的气味，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敢在我的地盘猎杀白金猛鱼？白金猛鱼毕竟已经进阶大地修为，硬拼我绝无胜算，只能靠灵隐和弱点穿刺，赌一把。来了，正好省得我去找你。人呢？去哪儿了？敢动我族群，给我出来！我要把你撕成碎片，让你尝尝被分尸的滋味。大型白金猛鱼，防御850，攻击920，体力1000，灵力50，修为大地重伤位跃，威胁等级 SS。防御850，攻击920，就算吞了3条小的，我的属性也远不如他。弱点穿刺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急速，疯狂撕咬！又是你这条漏网的小杂鱼！你毁我牙齿，吃我同族，我要撕碎了你！系统，你坑我！我明明吞噬了3条小型白金猛鱼，怎么战力一点没见长？再这样下去，我要被打死了！小杂鱼，刚才不是挺能打的吗？丁，宿主绝境爆发，触发弱点探测功能。目标大型白金猛鱼，弱点已标记，腮后软肉，眼部。原来弱点穿刺还没有完全激活，急速，疯狂撕咬！结束了。恭喜宿主成功进化为变异刀疤里，防御力1100，攻击力1136，体力1200，灵力130，修为无获得技能吞噬、石化、急速、灵隐等。恭喜宿主成功进化为变异刀疤里。仅仅吞噬4条鱼，就带来了这么大的提升，防御、攻击全都破千了。照这个速度继续下去，我甚至1晚就能超越巨骨蛇鱼的属性。这黄河里不仅没死，短短几天，身形怎么可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？这小黄河里能在如此险恶的生态环境中生存下来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要是能吞噬这个小家伙，说不定能带来指数级的突破。虽说属性上我的确占优，但这些家伙一旦把我认定为威胁，大概率会放下彼此的间隙，联手围攻我。我现在还不是硬碰硬的时候，必须隐藏自己的修为，伪装成一条没有多少灵智的蠢鱼。灵隐靠你了啊！灵隐启动，完全隐身，这技能太好用了。就是你了，有在的大口年，其他鱼打不过，我先拿你开刀。哈哈，现在连大口年也丝毫不是我的对手了吗？启用吞噬技能。恭喜宿主吞噬大口年，获得各属性300点，吞噬技能提升，当前吞噬技能等级为2，能消耗能量，一口吞噬体型大于自身1倍的生物。
这技能还能升级，这感觉比大鱼吃小鱼的游戏好玩多了。恭喜宿主新增防御力300点，现自身属性为1400攻击力、1420体力、1431灵力，20获得吞噬技能，等级2。各属性直接加了300点，吞噬技能还升级了。以后吞噬猎物不用再当场撕咬，隐蔽性直接拉满。只要我偷偷苟住，整个鱼缸谁能拦我？到时候我就是水中皇帝。小家伙已经诞生灵智了吗？竟然还知道带着猎物找隐蔽处是防备着外面的人类吗？只要这小家伙不来打扰我捕食，和平共处，甚至庇护他也无妨。这里视野遮挡完全，既看不到外界，也能避开阿哲的直播镜头，甚至头顶还有珊瑚枝桠遮挡，没有反光隐患，堪称完美的藏身地。现在有了等级2的吞噬技能，以后狩猎更方便了。不过白天阿哲肯定会开播，还是先在这里躲着吞噬些灵气，等晚上他走了再出去找目标，这样最安全。别催了，别催了，着什么急呀？着急看黄河里的尸体。告诉你们，黄河里今天必没，说不定尸体都找不到。我说的，耶稣来了也拦不住。不住。哈哈哈哈！经典反转，黄河里死定了，耶稣来了也拦不住，但耶稣好像都被拦住。感觉黄河里好像长大了不少，体型比之前宽了点。40度的温差都没能降服黄河里，还让黄河里又杀了一条大口年，这黄河里是开挂了吗？看清楚了，那大口年的伤口明显不是黄河里能弄出来的，这黄河里纯简陋。不得不说，这黄河里体型好像的确变大了一些。在你面前的是亚洲第1大淡水鱼类，适应力怪兽，傻吃猛长冠军黄河里。阿哲，你怎么呆呆的？快说话啊！温差40度，一缸全是食肉猛鱼，这条黄河里不仅活下来了，还又占了一条鱼尸。那大口年可是我精心养出来的古王啊！既然主播又来了，再次开播，那就不能用技能快速提升自己了，容易暴露。这个地方虽然隐蔽，但还是不够。现如今，我应该找个地方躲开镜头，慢慢吞噬大鲶鱼。黄河里在做什么？顶着鱼尸挪地方。他好像是在搬尸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看这个方向是巨骨蛇鱼那边，难道黄河里想吃软饭？怎么可能？巧合，都是巧合。黄河里哪有那么聪明，能精准找地方躲？也可能是为了躲避其他大型猛鱼抢食吧。毕竟这么大一条大口年，肯定会吸引其他鱼来抢。巨骨蛇鱼，这条母老虎的洞穴，其他猛鱼肯定不敢轻易靠近，我还非常安全。我真是聪明。这里看不到缸外的阿哲，没有反光隐患，并且谁也想不到我会偷偷摸进母老虎的珊瑚丛，堪称完美。不错不错，就是这里了。小家伙，你已经诞生灵智了吗？竟敢带着大口年的碎肉藏到我的窝里来！我看你是找死！你个鲤鱼，为何不避？因为不怕。为何不怕？不怕，就是不怕。我知道你受伤了，我是特意带着鲶鱼碎肉过来供奉的。供奉？谢巨骨蛇女帝开恩。只是可惜啊，灵气复苏才刚刚开始，天地间的灵气淡薄无比。不然的话，倒是可以传给你一些基础功法，让你试着修炼一番，看看能成长到什么地步。灵气刚复苏，十分淡薄，不然就考虑传我一部修炼功法。
这感情好啊！说不定修炼功法还能和系统产生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，让我提升更快。急速，疯狂撕咬，再等灵气复苏，正式进入大爆发阶段。到时候或许可以试着向他讨要一部功法来修炼。而现在，我要做的就是养精蓄锐，试试看能不能通过自身灵力自行感知外界的灵气，然后尝试自行修炼。一晚上陨落了5位天骄，黄河里背负鲤鱼一族气运，成功存活下来。这波属实是天选之子了。至于之前说的黄河里惊天避雷的话，他早已抛到九霄云外。面对观众调侃，阿哲直接无视，迅速转移话题。可说着说着，他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不对呀，今天各族天骄都异常安静，也太乖了吧？怎么都停在原地一动不动的？彻底断食已经4天了，算上今天是第5天。按说饿到这份上，伤亡应该会更大才。可现在就只没了5条鱼，而且缸里的这些猛鱼竟然完全没了互相攻击的欲望，甚至连游都不游动一下，就这么漂浮在原地。主播，你是不是偷偷喂鱼了？不然他们怎么不打架？喂鱼了？不可能！我靠这个直播水族3000周大战吸粉的，我喂什么鱼啊？本来就是要让他们饿凶了，互相厮杀，决斗出最后的胜利者。水中各种指标都达标，温度也没出问题，PF 值也正常，怎么就都不动了呢？既然你们不饿，那我就给黄河里一族送入新的有生力量，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主播，你要再喂一桶黄河里，把猛鱼都喂饱了，我们要何时才能看到猛鱼互相喂食？还天骄猛鱼大战？你不是玩我们吗？兄弟们别冲动，这也是迫不得已啊。首先我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才能更好的解说。那我先用棍子捅2下，看看怎么个事。不行不行，这棍子太细了，万一捅不死，还惊着他们，得找个粗点、长点的。兄弟们，对付这种沉得住气的猛鱼，就得用重手段。今天我就当一回域外天魔，打破这缸里的平衡。什么东西，竟敢打扰老子修身养性！又是你！你敢阻碍本座修炼，今日留不得你！竟敢闯入我家领地，你好大的胆！你这孽畜，今时不同昨日，老子吃定你了！好，好，好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观众朋友们，原来不是天骄们发癫，而是他们在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暗中蓄力啊！在域外天魔的黑手之下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水族3000猛士天骄大战正式进入白热化阶段。好，我就是要看血流成河，这才是天骄大战该有的样子。无耻的域外天魔打碎了微妙的平衡，水族猛士冲啊！这就是域外天魔的乐趣吗？突然就懂了。要是能穿越，我选域外天魔。主播好大的黑手，不愧是你。可以看到，强悍的巨擘选择正面厮杀，弱小的天骄选择暂避锋芒，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啊！孽畜，敢扰老祖修炼，今日必撕了你！放肆！是你先闯我修炼地界，阻碍本座恢复，死！吵死了，还让不让人觅食了？都饿了5天了，既然都动手了，那就都别练了，一起死！好乱，完全不利于修行。也罢，只要不扰到本地，随你们闹去，一群凡鱼而已。打吧，打吧，把灵力都耗光才好。晚上我再出来偷偷发育，这波助攻太给力了，我给你数鱼旗点赞。最好打到血流成河，到
到时候捡点碎肉都能长实力。等你们耗尽力气晚上修炼，我再趁机狩猎几条，实力肯定能再长一截。幸好昨晚没暴露，不然这群暴躁家伙肯定联手针对我。现在可就没这看戏的份了。猛鱼大战还真是浑水摸鱼的好机会。罢了，晚上再说，外面还直播着呢。要是被盯上，技能用不了，还得暴露体质特殊，不值当。我看你是找死！我要吃了你，你逃不掉的！你数次挑衅本尊，今日必吃你！不好，大都波及过来了，千万别被发现！你有病啊！死抓着我不放！老子就看你不顺眼！我去，还来！我去你的！来呀，今天咱俩同归于尽！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糟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洞穴迟早要塌！好险，差点被埋在里面！该死，藏身的没了，这些家伙打疯了，要是被波及，根本扛不住。一群疯鱼，老子不陪你们玩了！好饿，不行，不能冲动！不行，现在出去太扎眼，还有直播镜头，一旦暴露就全完了。先找新藏身地。我这是跑哪儿去了？我操，跑哪儿去了？气死本一尊了！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，没了珊瑚洞，随时可能被波及，得先找个新地方躲着。该死的混战，连藏身地都没了，这地方只能勉强躲躲，要么等混战平息，要么赶紧找更安全的地。此时混战已到白热化，我得先在暗中观察一下。全部攻击我！不，我不甘心！我操，好机会啊！虽然不多，但积少成多，多捡几块就能有不小提升。咦，这群家伙闹得越来越过分了，碎肉和血腥味都飘到我这儿来了。这小家伙倒是聪明，知道趁乱捡便宜，心性也沉稳。换做其他小鳞鱼，早就吓得乱窜了。本想帮鳞鱼挡开一波乱流，看来不用了。想成长，总得自己经历这些，暂时还没必要过度庇护这黄河里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，连小体型的鱼都开始抢碎肉了，这是最原始的生存本能。太刺激了！火箭刷起来，支持主播。黄河里呢？我的黄河里没事吧？我看他刚才好像被甩飞了。黄河里捡漏之王，主打一个闷声发大财。主播把镜头拉进找黄河里，我要看黄河里到底怎么了。好嘞，找黄河里，我这就找。找到了，天选之子黄河里还活着，他居然找到安全藏身地了，还在偷偷捡碎肉发育，这就是智慧，这就是黄河里一族的气运。不好，被盯上了，不能再捡食了。兄弟们，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。虽然水族3000州天骄大战持续了整整1天，但各大天骄还挺有武德，到现在也就陨落了几条倒霉的猛鱼，那些巨擘级别的都是点到为止。你们看，现在大家都负伤休养生息，已经1个小时没爆发新战争了，水流也清了不少，感谢兄弟们捧场。关注阿哲，明天继续给大家直播水域3000州猛鱼大会，咱们明天见。灵野，目标
锁定。红腹水虎鱼，防御44，攻击85，体力47，灵力9，修为4级秘境5重天，封印中，威胁度5。红腹水虎鱼本该长不到40厘米，看来是转生者的缘故，正好适合当我测试技能的目标。吞噬。什么东西？丁，吞噬红腹水虎鱼1条，获得全属性310点。丁，获得技能定位。定位，获取目标的物体或气息，消耗灵力进行感知，感知范围随灵力消耗增加而扩张。这吞噬技能升级后，比我想象中好用太多。以后趁人修炼时吞噬，再也不用担心被发现了。这异空间实在是太方便了。若是能吞噬一尊大地转生者，系统会给我何等丰厚的提升？可惜我体型还是太小了，和巨骨蛇鱼这种巨物比差远了，而且暂时也不能把体型养太大，会被阿哲注意到的。那些猛鱼哪怕是体型最小的，也超过他自身1倍大小，根本无法吞噬。系统启动定位。目标锁定，道士活口，防御510，攻击589，体力498，灵力13，修为仙台1层天。就是它了，这属性比之前遇到的小鱼强太多了。借助灵隐技能，既能隐匿身形，悄无声息。老办法，趁他专心恢复伤势，争夺灵气，直接出手，不给反应机会。吞噬。丁，吞噬道士活口1条，获得全属性920点。丁，获得技能破甲，消耗能量，破坏目标护甲，能量护盾。舒服，这是从灵魂深处传来的舒爽。除了攻击力，其他属性居然都追上巨骨蛇鱼了，这才只是今晚吞噬的第2条鱼啊！丁，宿主，防御力2411.01，攻击力2366.01，体力2361，修为5，技能吞噬石化，急速定位，灵隐破甲，疯狂撕咬。现在就算暴露身份，被其他转生者围杀，我也有信心活到最后。不光是属性追上了巨骨蛇鱼，我这一身技能组合才是最大的底气。不对，怎么感觉这些鱼的体型变小了一点？不对，不是它们变小，是我又变大了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我的体型。透明玻璃的镜面效果看，鱼缸内月光昏暗，根本看不清自身具体变化。快游去之前藏身的小洞穴，将身体贴向洞穴入口对比一下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原本能轻松装下我，还剩不少空余的洞穴，现在居然卡着进不去了。1晚时间，体型长这么快，这合理吗？就算是鲤鱼在充足投喂下生长快，也没有哪条鲤鱼能1晚长这么多。我属性再强，也终究是一条鱼，根本不是人类的对手。一旦被阿哲发现我体型的异常，经他直播间传播出去，绝对会引起学界的疯狂关注。我能怎么办？我只是一条离水就废的鲤鱼啊！离了水，一身实力实不存一。就算我今晚疯狂吞噬，属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又有什么用？我扛得住人类的麻醉针吗？扛得住炮弹吗？显然不能啊！完了完了！恍惚间，我都看到一群白大褂围着无力反抗的我上下其手，抽血、拔鳞、切片研究，太可怕了！
外面又爆发混战了。死地的鱼类战斗欲望竟如此强烈，以前都不曾见得。这小家伙灵气复苏的初级阶段就能获得这番助力，体型和实力都长得这么快，是腐蚀了鱼缸内偶然催生的灵草。等过段时日，灵气彻底爆发，冲破鱼缸束缚逃走时，顺带将这小家伙也带出去好了，就当是养了个小玩意儿。与其关注一条小鲤鱼的闹剧，不如趁此时机多吸收些灵气，为日后逃离鱼缸恢复实力做准备。逃离鱼缸，好主意啊！也是，养着一群食肉猛鱼的鱼缸，怎么可能没有盖板？而且这厚度还是特制的玻璃，根本撞不碎。就算撞碎了鱼缸，我也无处可去啊！既然出不去，那得先想个办法掩饰一下。藏起来，对，藏起来，我就不信这鱼缸里没有我能藏身的地方。林野，急速！整个鱼缸底部都游遍了，根本没有适合我藏身的地方。唯一一个合适的已经被巨骨蛇鱼霸占了。现在这要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去抢女帝的洞穴吧？她对我态度还挺好的，虽然只是心声交流。我还记得她之前有想给我妖族功法的想法，甚至逃离鱼缸时都准备带上我。但如果不藏起来，不抢她的洞穴，我很快就会暴露。与其被人类抓去切片研究，不如和她争夺一番。是谁？到底谁一直扰我清静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你撞我洞穴做什么？是获得纪元后精力旺盛在发泄，还是体型增长带来了痛苦在缓解？不准备对我出手，那感情好，你的洞穴我就占了，急速！这速度倒是比之前快了不少。他这是想要我的洞穴，还是感知到洞穴里有什么东西？也罢。一来，这小家伙就算体型变大了，也远不及我，我自信能轻松应对。二来，这洞穴内部空间其实很大，就算他躲在里面，我只要把他从入口处赶走，进更深处修炼便好。嘿嘿嘿，可算是让我进来了，我倒要看看这里面是什么样。这里面空间原来这么大的吗？哇！这洞穴外表平平无奇，穿过狭窄通道后，后面空间居然这么大，这地方完全能当我的藏身之处。什么也没有，就是单纯想占我的洞穴。不是吧，哥们，这对劲吗？我怎么突然犯浑了？这里空间再大，也得守住出入口啊！现在好了，他占着入口握了主动权，就算他不打算动手，一直堵在这里把我困着，对需要吞噬进化的我来说也是巨大损失。我急什么？完全可以先出去，再吞噬几个转生者，等天快亮再引他出去啊！我怎么就这么冲动？是因为除了攻击，其他属性终于追平他，所以大意了。或许吧，但世上没有后悔药。呵呵，呆住了也好，以后你就在这里老实待着，免得被外面那些不安生的猎了去。等灵气彻底复苏，就带你一起离开好了。完了，他把出入口堵死了，这可怎么办？
躲在这里暂时安全，不就是比拼耐心吗？一直吵你，不信你能忍？你不是要出去吗？那你就走，看你下次还怎么进来。不妙啊！吞了它！不行，它能破我防，体型也太大，一口吞不下。用疯狂撕咬的话，必须一击毙命，否则被它偷走，我就没好日子过了。还是先出去，再吞噬几条大能转世的鱼，体型暴涨后再回来拿下它更稳妥。虽然想要它的妖族功法，它对我也没恶意，但为了活下去，对不住了。它怎么回来了？完了，它把出入口堵死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兄弟们，意外收获！我说什么来着？看看，这小鲤鱼直接冲进巨骨蛇鱼的洞穴了，结果呢，完全没被攻击。我就是临时起意，觉得错过晚上鱼群的动静太可惜，没想到真拍到好东西了。这鲤鱼有点玄学啊！巨骨蛇鱼为啥不吃它？还能为啥？郎才女貌看对眼了呗。阿哲之前说的软饭，还真让他吃上了。鲤鱼都能吃软饭找女朋友，你还是单身狗呢？前面的声音太尖锐了，我搂着女朋友看直播，看鲤鱼入赘记，顺便看单身狗破防。兄弟们，你们说现在鲤鱼和巨骨蛇鱼在做什么？这届观众攻击性我认可，要是不攻击，我就更认可了。行了，我把手机固定好，插上电，继续直播录素材，白天再剪辑。先去休息了。现在根本没法出去狩猎，躲在这里反而最安全。可他现在不让进了，这不干人事的主播，好好的晚上加个手机自动直播干什么？现在好了，我还得想办法躲回洞穴里。你不让进，我偏要进。兄弟们，主播回来了！有没有熬夜冠军的兄弟来和阿哲说说昨晚的战况如何？等等，不对，我直播间呢？不是，弹幕搞事情，封我直播间。超管，有能耐你去封搞事情的观众啊！你封我直播间干嘛？还好，就封3分钟，不然昨晚的素材全错过了。快，重新开直播，问问发生什么了。快来个兄弟，给我讲讲，昨晚我走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直播间就被封了？这逆天的鲤鱼，昨晚到底是在做什么？和巨骨蛇鱼打起来了？背个胆，主播你迟到了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懵了吧？脑瓜子嗡嗡的吧？主播，快看看鲤鱼怎么样了？我是熬夜小能手，我来说，昨天你家黄河里逆天了。昨晚他跑去巨骨蛇鱼的洞穴挑衅，巨骨蛇鱼没吃掉他，网友们就说鲤鱼要入赘了，弹幕方向被带偏了超管，就封了直播间，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瞧主播这脸色差的，来个人查询一下主播精神状态。查询主播精神状态？我还想查询你们这届观众的精神状态呢。你们都在直播间里发了些什么，才能让超管把我的直播间都给一起拿下了？昨天我在做什么？我在和巨骨蛇鱼角力啊！为了不暴露成长太快，我都尽量只让尾巴露出去几次。等等，如此说来，我是不是可以每晚都来上这么一出，让主播的直播间被封掉？白天再躲1天，等到了晚上就出去调戏直播间的观众，让他们继续调动主观能动性，把阿哲的直播间再次搞封掉。虽然不知道多久能封掉，但我寻思着1个小时下来，怎么样也能拿下直播间了吧？昨晚绝力连半个小时都没到，巨骨蛇鱼就灵力耗尽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不提那逆天鲤鱼了。目前看起来，昨晚应该是又有猛鱼陨落，让我们域外的黑手再次发挥作用，再次挑起3000周的猛鱼之战吧。来，3000周的天骄猛鱼打起来！我要再次看到血流成河。地震了！我去，又下雨了！我去，手机不防水！
姐，灵气复苏正式开始了，好浓郁的灵气，都是老祖我的了。待本座重回巅峰，定要将这些臭鱼对本座的侮辱一一讨回来。时机已到，待这次灵气爆发结束，就是逃离鱼缸，重获自由之时。灵气复苏正式开始了，外面那些转生者必然能够借助这次的灵气爆发，获得不少提升。而我并不会吸收天地间的灵气，虽然也能感觉到有股暖洋洋的东西包裹着自己，但肯定比不过转生者。而且逃离鱼缸的机会也出现了，我必须抓紧提升实力，急速启动。吞噬！叮！吞噬大嘴鲸1条，获得属性点900点，技能吞噬进化，吞噬铝，消耗能量吞噬体型不大于自身3倍的生物，在异空间内炼化。我操！兄弟们快看，这就像鱼缸内有着一个神秘的亡灵，正在不断进行收割一般。这地质和暴雨也异常怪异，怕是要变天了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信号发送不出去了。不对，我好像有种错觉，我们正在距离乌云越来越近。不是错觉，地球变大，我们被地球的引力重新捕获了。叮！吞噬星点龙鱼1条，获得属性点1000点，获得技能遇水，遇水消耗灵力控水，随灵力消耗增高，可控之水越多。之前让你结，现在该报复了，不然等离开鱼缸，再想找你报仇就难了。吞噬！叮！吞噬巨型猛鱼1条，获得全属性点12000点，技能疯狂撕咬升级，疯狂撕咬，消耗能量模拟历史，进行连续不断撕咬。我操！一个大地直接给我全属性提升12000点，12000啊！那我要是继续对大地动手，叮！检测宿主满足进化条件，是否进行进化？叮！友情提醒：未进化前属性无法继续提升，进化时间3小时，期间无法使用技能，需确保安全。继续吞噬也不提升属性点了，更不知道这场大雨会持续多久。现在就连巨骨蛇鱼都顶开了洞穴，完全无法继续藏身。3个小时的空白期，在现在这个环境来说，实在太危险了。想要将我带走的转生者，10条里有9条都是这个想法。暂且等待，等他们的体型太大，最终无法忍受鱼缸时，定然会出手。届时看看他们都是怎么离开的，或许可以借鉴一下。我记得这位女帝有想要给我功法的意思呢。等女帝修炼结束，我就第一时间去讨教。一不修炼功法，我可太需要了。即便有着系统，又不是说我自己就不能修炼了。卧槽！兄弟们，快看！那条巨型猛鱼消失后，突然冒出一条1米长的鲤鱼来。等这次地震结束，雨过天晴，我直播的内容将会给我带来天大的热度。以前说是水族3000州天骄大战都是玩笑话，可现在看来，妈耶，貌似真的灵气复苏了。不然这些突然变大的鱼们怎么解释？原来是这样解决的吗？太离谱了！就这么一会儿就能控制雨水汇聚成溪流了。等等，我好像也行。别看我现在体型才3米，不算出众，但这属性绝对爆表。就算是人族女帝转世的巨骨蛇鱼，属性面板也赶不上我。他能靠遇水技能借雨水逃离，我也有遇水，没道理做不到。遇水！怪了，
这才一会的功夫，怎么就找不到了巨骨蛇鱼了？啊，这啥？不管了，我还得去他眼前刷存在感，试着能不能白嫖一本妖族功法呢？可不能就这么错过。糟了，竟然把小鲤鱼给忘了。咦，小鲤鱼呢？跑了。虽然之前还在和他赌气，但我是真的想把他带走培养的。也罢，天意如此，若是有缘，日后自会再见。灵气爆发，不知何时结束，我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耽误，必须趁着这个时机，尽快找到一处风水宝地专心修炼。这女帝到底去哪了？这个不是，这个厉害，在雨天用火系法术离开，就不怕把自己变成烤鱼吗？这个也不是，奇怪，这前前后后离开的转生者都被我找到了，怎么偏就人族女帝找不到呢？时间紧迫，既然找不到女帝，那就别耽误功夫了，赶紧找一条大一点的河流过去，抓紧时间进化才是正事。还人族女帝转世呢，说过的话转头就忘，连一本修炼功法都不给我。姑且算是自欺欺人吧，先确保进化过程中的安全再说。系统进化。警报升级了，马上疏散，突袭中断，锁定位置，启动防御，增援就位。指挥中心，向阳路段有人员受困，急需增派人手支援。我能像人一样开口说话了。这么神奇的吗？进化一次就能开口说话了？喂，能听到吗？我是林渊，我能说话了。牛啊！以后不用在心里碎碎念了，终于能光明正大吐槽了。系统全知吐露。宿主变异灵鱼林渊，防御力10000，攻击力10000体力100000000000000修为无技能吞噬铝，疯狂撕咬鱼，石化急速定位遇水灵蚁破甲。原来如此，虽然还是鲤鱼身子，但我已经是开了灵智的灵鱼了。难怪能说话，变异就是牛批，还能轻松感知灵气，本能吞吐转化灵力。虽然1小时才10点，聊胜于无，但能入海了，再也不怕盐巴了。哇哦，这手感
像加了润滑油一样。原来灵鱼会自动牵引灵力，难怪这么丝滑。可惜不能主动控制，不然我能跳个鱼板街舞。好了好了，进化结束，该搞事业了。看看灵气爆发后，河里的鱼能给我多少属性点？吞噬！叮，吞噬变异鲤鱼1条，获得全属性点1点。这不对吧？都是变异鲤鱼了，体长40-50厘米，吞了居然只给1点。系统你是不是卡 bug 了？我要投诉！果然还是转生者香啊，可惜转生者不好找。那个沙雕主播到底是怎么搞来那么多转生者聚在一个鱼缸里的？简直是我的移动经验包仓库！算了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去深海看看，那里肯定有更强的变异动物，说不定还有转生者。到时候我要吃到饱。卧槽，什么东西？龙国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总台强制提醒：随着昨日全球性暴雨、全球性地震爆发，因未知原因，地球膨胀、土地扩展，请全国市民躲在家中，静待军方上门分发物资。无限招兵将于今日5时正式开始。诸君，我们一起共赴国难！龙国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总台强制提醒：灵气复苏，绝对是灵气复苏！我就知道我没猜错！兄弟们，都看到官方提醒了吗？全球性灾难，野兽变异，这不是灵气复苏是什么？我操，真灵气复苏了！阿哲，你是预言家。水域3000周天骄，本以为是个笑话，没想到我才是笑话。听国家的，在家宅着或者参军，万一给修炼功法呢？楼上没睡醒，国家还藏着这东西。都别吵，给你们看看，昨天水域3000周的天骄们都做了什么？这就是我敢说灵气复苏的证据。我操，鱼会飞，还能控水控火！我之前以为阿哲在整活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这波我战阿哲，热血起来了！我要参军，我要族谱，单看一眼。院士，快来看这段视频，有人无意间拍下了动物变异的过程。慌什么？拿过来看看。控火、控水、控风，这视频是真的吗？不会是特效吧？不对，这些鱼不对，它们表现出的能力，目前发现的变异动物都没有。难道不是辐射变异，而是真的灵气复苏？可灵气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辐射？原来鱼真的能飞呀，长见识了。够了，我吞了800多条了，全属性才涨了9202.5点，这提升速度比蜗牛爬还慢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留在那个主播的鱼缸里等转生者刷新呢。至少一条大地能给12000点，这里全是经验蚊子腿。持住，深海肯定有好东西，说不定有转生者大佬在深海渡劫呢。到时候一口吞了，属性直接原地起飞。怎么回事啊？鱼呢？刚才还挺多的呀。一路游过来都有那么多鱼，这里怎么全没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一条鱼都没有了，被人捞光了，还是这里有什么怪物？不对劲，这里绝对有问题！难道是有比我还能打的变异生物，把鱼都吃光了？去看看，万一遇到大佬，我打不过怎么办？不去，那我来这一趟不就白跑了？那些经验蚊子腿都白吞了。我操，什么东西？溜了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等我属性再涨再来。头好晕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都是送上门来的小点心，竟敢闯入本座的修炼之地，活腻歪了！万魂幡，把他带回来。躲不过就拼了，说不定这破幡就是个大经验包。我操，这破幡也太硬了吧！我属性都破10万了，咬半天没动静。
死！干坏本座的万魂幡！啊！不破防！原来你这鞭子就是个花架子！疯狂撕咬，给我碎碎碎！万魂索命，起！这群鬼的声音也太魔性了吧！原来如此，疯狂撕咬能攻击灵魂体，这技能藏得够深啊！既然如此，来多少吞多少，疯狂撕咬连射！不可能，你的技能怎么能攻击灵魂？没什么不可能的。你这破饭快撑不住了，下一个就是你！就算万魂幡不行，本座也能碾死你！追魂刺！这是什么攻击技能？摸不着看不见！我操！怎么回事？疼着疼着就爽了！你这技能是来给我按摩的？什么情况？追魂刺怎么会是这种效果？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先吞了它再说。不管你耍什么花样，今天必须吞了你，死也要拉你垫背。不就是拼灵力吗？我属性10万加，耗也耗死你！疯子，你这是在同归于尽！同归于尽又如何？吞了你，我就能进化，疯狂撕咬 Max。不可能！你怎么有这么多灵力？受死吧，魔头！你敢杀我？火魔族大军迟早会找到你！叮，检测到宿主即将吞噬魔族大能转世，变异血杀，可选择直接吞噬，获得海量属性点，或吸收其神魂碎片，解锁魔族功法。功法之前求女帝要不到，送上门的岂能放过？吸收神魂碎片。血遁术，定位魔头休走，死我也得死在你后面。怎么可能？中了追魂刺还能撑过3分钟？就算撑过，现在灵魂也该崩成碎片了才对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既然你上赶着送死，那就再吃本座一击！你想得美！谁死还不一定呢，受死吧！哼，谁怕你？你敢杀我，魔族不会放过你的！终于，累死我了！接下来就是奖励时间，吞噬。叮，吞噬变异血杀1条，获得全属性3200点，技能追魂刺。追魂刺消耗灵力施展神魂攻击，灵魂弱于宿主者，灵魂崩溃而死；强于宿主者，只会短暂产生不适。这追魂刺和他用的是同一种，合着我灵魂比这魔修还强，难怪我就疼了一下就不疼了。系统，打开最新属性面板。我操！为了杀他，我足足耗了5000点灵力，
吞噬他才补回来一点，这灵力消耗也太离谱了，我对灵力操控也太菜了吧！算了，至少多了个技能，灵力慢慢补就好。大海这么大，鱼肯定多。哇，这里简直是我的发育天堂！虽然没修炼功法，但架不住鱼多啊！疯狂吞噬！丁，吞噬变异沙丁鱼1条，获得全属性1点。丁，吞噬灵鱼1条，获得全属性1.5点。丁，吞噬变异秋刀鱼1群，获得全属性320点。虽然1条才1点，但积少成多，2变总能引起质变。等我属性堆到100万，看谁还敢惹我！这鱼缸里的水和普通海水没区别啊，怎么最先从这出现变异生物？报告院士，有新发现，在阿哲鱼缸内鱼类出现异常前，海中就有鱼类行为古怪，只是当时没往变异上想。这就合理了，最先出现异常的那条黄河里，当初就是被卖去当鱼粮的。报告，又有新消息，军方出现人类变异者，获得了与动物沟通的能力，还拉拢了一条据称是人族女帝转世的巨骨蛇鱼。人族女帝转世，把人带过来，连同那条巨骨蛇鱼一起，这绝对是重大突破口。女帝，一会到了研究院，科研人员可能会提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还请您谅解，控制一下脾气，不要对他们出手，不然您可能会受伤。本地知晓。这位女帝，请问你和这段视频之中的巨骨蛇鱼是同一位吗？不必恐慌，是同一条。待我修炼成功，便会变回人形。那不知您是哪一个朝代的女帝呢？对于后续的历史，又是否已经了解？明确来说，我不是你们世界历朝历代的所谓皇帝。我通过搜魂从一冤魂身上了解到此方世界的常识，深入研究后，在一本沙雕小说上发现了与我修炼境界类似的小说。您指的具体是哪些境界？从苦海开始，道宫、四极、化龙、仙台、准地，再到大地，与我所在世界的境界相似无比。不同的是，我所在的世界每一个时代只能存在一位大帝。沙雕小说，立刻锁定小说作者，秘密带过来，调查其所有背景信息。自由自在就是舒服，每10万属性点就会进化一次，这下终于知道进化的标准是什么了。体型变大了，得找个安全点的地方待着，免得被其他大佬盯上。这沉船不错，进去看看。就是这儿了，天然的安全屋。哟，还有意外收获，吞噬。好家伙，居然一点属性点都不加，合着只有变异鱼和转生者才有价值是吧？唉，也罢，现在先安心待在这儿，消化一下之前的收获，也不知道下次进化会有什么变化。领导们，我没犯事啊，我就写个小说而已。没什么事，放轻松，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最近发生的灵异事件与我无关，我这本小说也是我当时估摸着随手一写，再挑了些合理的组合凑的。我随便写的境界，居然真有对应的世界，这运气没谁了。辛苦了，既然如此有缘，接下来我们与女帝交流时，还请你发挥脑洞，说不定能提出我们没想到的方向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女帝，关于前不久的全球灾难，您是否知情？知道，是灵气复苏。我刚来没多久就感知到了，这个世界即将经历灵气复苏。这种情况在我们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几次。那是否意味着
我们世界的人类也能修炼。我会给你们提供修炼功法，相应的，你们要给我提供修炼环境与修炼资源。我会尽快化形，继续守护人族。所有人族，被本地认可的人族，目前能被我信任的也就龙国了。不然，我干脆直接入大海，耐心恢复境界便是。我们同意，龙国定会全力为您提供所需。什么东西？好像有股奇怪的吸引力。这是啥？云铁打造的箱子，都泡在海里这么久了还没烂，这擦痕怎么看都像被鱼啃出来的。哪个大原种鱼这么执着，啃铁箱子玩？全知屠戮。宝物，灵气复苏后还变异了。这波血赚啊！让我看看里面藏着啥好东西。疯狂撕咬，给我开！不可能！再来，疯狂撕咬！好家伙，这云铁也太硬了吧！我10万属性的疯狂撕咬都破不了防，灵气复苏后连铁器都成精了。忘了，我还有吞噬技能了，管你多硬，进去再说。吞噬！丁，吞噬天外云铁，防御力正2000。丁，吞噬未成熟的化龙果1枚，获得龙族血脉1缕。天外云铁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有化龙果，也不知道化龙果这玩意是哪里来的？难道古代真的有龙？可这化龙果藏在封闭的云铁宝箱里啊！就算是灵气复苏催生的，也不可能催生到密封的箱子里吧？难道这地球存在超史前文明？那我呢？我为什么会穿越过来？和这个超史前文明有关系吗？不能再想了，想再多也没用。现在进化要紧，有了龙族血脉，说不定进化后会有更大的惊喜。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修炼。原来这就是龙息啊！我竟然不是普通鲤鱼了，不对，龙血鲤应该也算鲤鱼的一种吧？只是这俩青色尖角是让我以后打架直接一头扎死对手吗？从1米的巨物变成现在半米的小型巨物了，这进化可以啊，体型变小了，以后找吞噬目标也更灵活了。不过还是希望下次进化继续吞噬积累后，体型能再变大一些才好。果然每次提升都是质的飞跃，至少现在能清晰感知到体内的灵力了，就是找不到控制的门路，还是瞎转悠的状态。丁，吞噬变异琵琶虾1只，获得全属性能量点0.1。不出所料，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。第2次进化刚完成，普通的变异鱼类能给的属性点就只剩这么点了。不就是10万属性点，100万条鱼吗？海底最不缺的就是鱼，一路游一路吞，总能攒够的。女帝提供的修炼功法，经研究院实验验证，可正常修行后，
已快速在军中推广开来。短短时间内，已有不少战士修炼入门，开始尝试近身与变异动物搏杀。战士们凭借修炼后的速度与力量，斩杀变异动物视频传到网上，路人纷纷驻足观看。听说有一个兵哥哥赤手空拳打死了动物园的变异老虎，堪称现代版武松。这可比武松强多了吧？去看视频，那老虎头顶都长角的。现在的环境还是太安逸了，大家没发现现在墙不见了吗？去看国外，乱得很。听说有开着阵法的巨龙。国外的那可真就是血流成河。女帝，这是新一轮的变异动物肉，还有我们尝试利用科技炼制出来的丹药，还请您帮忙长长眼。你们的科技的确很神奇，但这丹药仍旧比不上炼丹师随手炼制的废丹，灵气与药性都被消耗了太多，还要继续努力。这些血肉还算不上是妖兽肉，下一轮的灵气爆发再次来临时，会有真正的妖兽产生。最好在那之前，你们的军队已经拥有了与妖兽抗衡的实力。你是说妖兽？加快进程吧，你们时间不多了。系统，这是什么？妖精防御，190500攻击，17万体力，20万灵力，15万境界。这合理吗？体型差那么多，完全打不了，先跑再说。先别想机缘了，得先搞清楚这鲸鱼肚子里能不能出去。以我的攻击力，要是硬闯，能不能打破它的内脏？不管你是什么来历，想把我当食物，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消化，疯狂撕咬。这么硬！我的攻击力可是20万，竟然只能造成这点伤害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，才能让一条没有灵智的鲸鱼提升到如此强大的地步？招财鱼妖，妖族天骄转世，防御17万攻击，18万体力，9万灵力，9万修为，化龙镜5层天魍威胁度，未知。哎呀，贵客临门啊！没想到除了外面的大家伙，居然还有本土生灵能依靠本能成长到如此程度。可惜体型太小了，不适合当庇护所。你将妖精的胃当成了庇护所？等等，该不会外面的这条妖精就是被你培育起来的吧？猜对了，这海底的灵气实在太稀薄了，好在还能从其他鱼身上炼化一些灵气。这个大家伙简直太适合做我的庇护所，不是吗？你小小的个子竟能操纵这个大家伙，你也太强了吧！因为我的修炼导致他没能诞生灵智，甚至都不能口吐人言。但要不是因为我，他也活不到现在。我们这也算是共生吧。这就这么不打自招了，还直接说出了自己是转世者的身份。以我现在的属性，未必不能和这招财鱼妖过上2招。道友倒也是好机缘，既然转世到了拥有一丝龙族血脉的鱼身上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就当结个善缘。刚刚你不还说我是本土生灵吗？怎么突然又称呼我为道友，还说我是转生者了？道友说笑了，似我们这样的转身者，恢复一定修为后，那庞大的灵魂是无法掩饰的。你这小家伙属性倒是很强，但灵魂却弱得可怜。或许这就是你没能完全掌控自身力量的原因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反而更安全了。可惜，要让你失望了。我并不是什么转生者，就是本土的一条黄河鲤。某天被抓住后，莫名有了灵智，趁着灵气复苏逃回河中，一路慢慢成长起来的。这么说来，道友的机缘倒是不小啊。如果你只是依靠获得灵智后的本能，就修炼到这程度，我可以给你一部妖族的顶级修炼之法，能让你修炼之后顺利成为真正的龙族。但以后我有麻烦时，你得帮我。
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我想我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原来这就是修为的作用。之前只靠属性对应实力，就像空有一身蛮力却不懂运用。现在踏入苦海境，灵力运转都顺畅多了。遇到我们哥几个还想跑？别挣扎了，你注定是我们的盘中餐。来得好，变异乌贼族群数量不少，刚好用来刷属性。先拿你开头，吞噬。哪来的孽障？竟敢吃我族人，我饶不了你！这点手段还不够看，急速！既然你们非要跑来给我送经验，那我就照单全收了。吞噬！吞噬变异乌贼一只，获得全属性0.1点。不错不错，族群吞噬效率就是高。照这个速度，积累第3次进化的属性点，再顺带提升修为，两不耽误。女帝，根据您提供的修炼功法，我们已经筛选出一批天赋出众的战士。目前最快的已经踏入苦海境初期，初步具备了抗衡低阶妖兽的实力。官方已经正式发布异能觉醒公告。目前全国已发现17例异能者，能力各不相同，有控火、控水，还有强化体质的。不过我们在边境地区发现了更强大的变异生物。这些生物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灵智，攻击性极强，普通修炼入门的战士难以抗衡。我们怀疑，这些就是您之前提到的即将出现的妖兽雏形。灵气复苏的速度比我预想的要快，这些妖兽雏形出现，意味着下一轮灵气爆发已经不远了。给你们的功法中有基础的团队合击之术，尽快让战士们掌握，单个战士难以应对，团队配合才能发挥最大战力。是，我们立刻安排。不对劲啊！越往深处，灵气越浓郁，变异生物的实力也越强。这股气息比之前的妖精还要强，是高阶变异生物，还是真正的妖兽？外形酷似章鱼，却长着数十条布满骨刺的触手，每一次挥舞，看来都能轻易撕碎一头体型庞大的变异鲨鱼。系统开启全知屠戮。深海魔章妖兽雏形，防御25万攻击，27万体力，30万灵力，20万境界，苦海境威胁度极高。好家伙，苦海境后期的妖兽雏形，属性比我还高一大截。不好，他冲我来了，灵隐，躲不开了，只能硬扛，破甲，疯狂撕咬。渺小的蝼蚁也敢伤我！这头深海魔章竟然能口吐人言，这肯定是硬茬，必须尽快脱身。小东西，被本尊盯上了，还想跑？这畜生应该没跟来吧？这深海果然丧龙卧虎，还好跑得快，不然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看来以后不能盲目深入深海了，得先提升修为和属性再说。莫非还有包厢？上次的化龙果就让我增加了不少修为，这次吸引力更强，肯定是大宝贝。不管是天才地宝还是转生者，都是我的。这金光罩是什么？根本进不去。里面的白雾好诡异，吸引力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。系统开启全知屠戮扫描。若隐若现的未知宫殿被能量防护罩与迷雾双重保护，随灵气爆发即将现世。原来运气都攒在这儿了，未知宫殿里肯定全是好东西。这些鱼妖都是竞争对手，必须提前清理。灵气大手掌，吞噬，
遇水！快跑啊！反正都是死，我要拉你垫背！哼，不过是皮肤撼术。金色能量罩与迷雾正在同步扩大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何宝贝。终于现世了，这雾气是灵气所化，对转生者是机缘，但对我没用。吞噬鱼妖就能补灵力。系统开启全知屠戮探查。血珊瑚妖尸，蕴含磅礴干枯血脉的妖兽尸体。破损的龙宫，新岩龙族遗留宫殿。破损的龙宫，难怪吸引力这么强，里面肯定有提升龙族血脉的宝贝。就知道这个宫殿有暗示，吸引力肯定和这里有关。系统开启全知屠戮探查。你被骗了？这龙宫主人是个奇葩吧？宝库放珠宝就算了，暗示就放着破画。恶劣的山水画，龙宫之主留下的幻阵挂画，仅能显示嘲讽文字，无其他用途。丁，吞噬恶劣的山水画一幅，获得灵力3000点。蕴含灵力还不少，但现在重点是找吸引力源头。不在宝库，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惊喜。系统开启全知屠戮探查。成熟的化龙果，炼化后可获得一道龙族血脉。丁，宿主吞噬成熟的化龙果1颗，获得龙族血脉1道。1颗就提升1%，太夸张了！系统打开全知屠戮，查询当前我的全部属性。宿主变异龙血鱼，防御力347000，攻击力347000，体力347000，灵力347000，血脉龙族1.05%，修为苦海功法真龙天经入门，技能3级吞噬，2级疯狂撕咬，石化急速定位遇水灵蚁破甲。9颗成熟化龙果，这下血脉能大提升了。可惜摘了就枯了，要是有储物法宝就能带走了。以后得找雪媚儿问问炼制储物法宝的法子。一次灵气爆发，找到一座龙宫，这波血赚，以后找不到机缘，再来座龙宫也不错。丁，吞噬破损的龙宫一座，获得全属性53000点。吞噬血珊瑚妖尸体1片，获得龙族血脉1道。吞噬灵田1片，龙族血脉提纯。太好了，血脉浓度已攀升至12%，突破10%大关，各项属性直接拉满，灵力也随之暴涨。不错，这里没有任何鱼妖活动的痕迹，还算安全。系统进化，这次进化有龙族血脉加持，肯定能有质的飞跃，希望能彻底摆脱鱼的形态，向龙更进一步。奇怪，怎会在这里诞生灵脉？天米之下，一条灵脉正在快速形成、壮大蔓延，这是机缘。炼化它既能提升修为，还能破除封印。灵气爆发结束了，不知道林渊修炼到什么境界啦？这次催生的天才地宝，要不要邀他一起争夺？感知好模糊，距离这么远吗？罢了，以他的速度，怕是赶不上了，还是带着这头妖精去争夺机缘吧。终于快要破壳了。姐，
强烈的吸引力，此等机缘何该落入老祖手中？本来还想去别处争夺机缘，没想到偶然路过就碰到这等好事，这种感觉太熟悉了，定是有生灵孕育了龙族血脉，若能炼化，老祖必能渡劫化龙。小家伙慢些孕育，老祖来喽！这是何等宝物？身世探知不到，却真实存在，还散发着如此强烈的吸引力。老祖懂了，是本土孕育的至宝，现在还在孕育状态，想来成熟期就在下次灵气爆发之时。何该本老祖得此机缘，只要下次灵气爆发前不被发现，这宝贝就是我的了。不对，不是要等下次灵气爆发？难道已经快要孕育完成了？还是说这宝贝成熟后体积极大？成了，终于进化成蛟龙了，距离真正的龙族又近了一步。恭喜宿主成功进化为3爪蛟龙，防御力40万崴，攻击力40万崴，体力40万灵力，40万血脉，龙族15%，修为苦海转功法，真龙天经入门，技能吞噬铝，疯狂撕咬铝，石化急速定位，遇水灵蚁，破甲灵渊，成了，终于进化成蛟龙了，距离真正的龙族又近了一步。原来不是宝物，是本土孕育的蛟龙。何该老祖有此机缘吞了你，直接获得龙族血脉？找死！遇水，差一点就击碎头骨了。蛇妖，灵蛇老祖转世，防御力33万，攻击力36万，白体力40万，还修为神桥境，准地封印解除中。准地转生者，还恢复到了神桥境，就这么被我杀了，吞噬！该死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老祖不是该夺舍吗？这蛟龙居然半生如此至宝，天道不公！丁，吞噬蛇妖1条，获得全属性10万点，获得炼气传承。炼气传承，灵蛇老祖的炼气传承。果然吞噬转生者才是王道，准地级别就是不一样，不仅能再次进化，还得了炼气传承。炼气传承梳理清楚了，现在可以着手收集材料，炼制储物法宝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得先把修为提升上去。系统连境界都能限制，看来得再次进化才能继续提升修为了。这灵蛇老祖是把我当成孕育中的天才地宝了，还特意布置个阵法守护。这阵法看着普通，怕不是就只能感知入侵者。这阵法没有什么用啊。将部分低级修炼功法交由官方流露出去吧，让民众也能自保。灵气复苏已不可逆，乱世将至，全民皆修方能立足。是，女帝。听说后山有好多人出事了，都是去猎妖的。怕什么？只要运气好，猎到一头妖兽就能暴富。我这儿还有块妖鳞，要不要看看？雪梅尔道友在吗？我是林渊，还请道友现身一见。我就说怎么感知到一股龙威和吸引力靠近，原来是林渊道友，恭喜道友再进一步成功化为蛟龙。恭喜雪梅尔道友也获得龙族血脉，距离真龙不远了。不过道友怎么不在妖精腹中修炼，反而在外面布置阵法？还不是因为你，我老远就感知到龙威和吸引力，猜到是夺得化龙果的转生者血脉大成了。
万一对方盯上我体内正在提纯的龙族血脉，我岂不是危险？干脆躲起来观察，不是你开口，我还不打算现身呢。原来我身上会散发龙威，看来血脉浓度还是不够，传承的信息太少了。此次来找道友是想做一笔交易，我想用我这蛟龙之躯相关的机缘，换道友手中的阵法类传承，还有炼制储物法宝的材料。用蛟龙之躯换这些？好家伙，不是转生者怎么会有炼器需求？黄河里转生前定然是专攻炼器的炼器师。道友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？阵法传承我自然有，但炼制储物法宝的材料，我这里又不是什么神秘商店，哪能随手拿出来？我自己都还没见过能炼制成储物法器的材料呢。些许薄礼，还请道友笑纳。有了这些蛟龙鳞和精血，道友提纯自身龙族血脉的速度，想必能大幅提升。哦，浓郁的龙族血脉，多谢林渊道友成全。一步仙，步步仙，林渊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第一次见面有龙族血脉，第二次就成了蛟龙。有了这些，我很快就能成为第二个褪去余生的蛟龙。互相成全罢了，我真不是什么转生者，能有今日成就，还要多谢道友当初的投资。我可不信。这些阵旗品级虽低，但胜在可收入体内温养，日后进化后便能用来布置大阵，防止进化时再被人盯上。幸好灵蛇老祖误会了我，不然进化时被直接偷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以后得提前做好防备，收起旗阵。灵气浓度提升的这么快，是第3次灵气爆发要来了。上次灵气爆发找到了龙宫，这次说不定还能遇到机缘。龙宫宝贝，你可一定要等我啊！这龙威也太碍事了，根本不利于我吞噬积累。可惜现在还不知道怎么隐藏龙威，只能先忍忍了。大家不要拥挤，有序排队，老人和小孩优先。地下避难所配备充足物资，不用担心补给。快点快点，别落下了！灵气爆发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上次的妖兽突袭还历历不。大爷您慢点走，我扶你。避难所很快就到，不会让您出事的。所有人立刻进入避难所，倒计时10分钟，第2波灵气爆发即将来临，严禁擅自外出，严禁逗留街头。各部队立即就位，做好战斗准备，架设防御工事，随时应对妖兽突袭，誓死保护民众安全。谢谢长官。我们一定配合，绝不添乱。报告长官，东侧路口群众已疏散完毕，正在前往下一区域支援。哦，太狂了！这灵雨劫是天才地宝，再过片刻我就能突破现有境界了。哈哈，吸收灵雨，碾压一切。等我实力大增，就去岸上闯一闯，吞噬更多生灵。灵雨虽好，却对我无用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别人吸了能暴涨实力，我吸了跟喝白开水一样。系统这破限制，真是越看越碍事。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不如去寻找机缘，说不定能找到破解系统限制的办法，顺便解决龙威碍事的问题。总不能一直被这龙威束缚，连出手都要小心翼翼。小子，敢在这里挡我们的路，灵雨加持下，你的龙威对我们没用了。今天就吞了你，补充实力。没错，以前怕你的龙威，现在我们实力暴涨，正好拿你开刀，尝尝龙威加持下的灵雨滋味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灵雨喝多了，连脑子都不清醒了。杀了你们也是浪费妖丹，不如用你们的精血和妖丹炼制一件法宝，也算物尽其用。狂妄！就凭你，看我们撕碎你！雪妹啊，借你鳞片一用，吞噬！吃了那么多鱼妖，好饱啊！这是雪妹儿。林渊道友，不趁着灵雨抓紧修炼，怎么有空找我？
而我这次来是和你做交易的。我想要万魂幡的炼制之法，那些鱼妖不知好歹，杀了浪费，不如炼制成法宝收用。道友倒是好想法，此界灵气复苏初期，无论正道魔道，能变强的就是好手段。我也在用鱼妖尸体炼制阵旗，万魂幡确实实用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没有魔族功法，就算练出万魂幡，也发挥不出全部威能，甚至可能被魔族转生者盯上抢夺。你有魔道功法？没有，魔族功法过于邪恶，我只了解相关信息，并未收集。无妨，能发挥部分威能即可。交易吧。爽快。万魂幡炼制之法已吃透，正好我早就选好了猎宝目标。来的路上我就发现了，雪媚尔修炼地东侧30公里有头300米本土巨鲸，刚生灵智，不用给别人供血气，体型比雪媚尔的妖精还大，用它炼宝再合适不过。渺小的灵鱼也敢闯我的领地，你气息虽吓人，但灵鱼养着我，我不怕你。刚开灵智就敢嚣张，灵鱼给你的底气倒是足。受死吧！吞了你，我就能借灵鱼稳固灵智，提升实力。追魂刺，精血充足，灵力纯粹，正好用来炼宝，不浪费一丝一毫。得找个隐蔽地方，免得炼宝被打扰。前面的海底峡谷就很合适。灵火饮，灵力聚，这灵火得借灵雨之力加持，才能快速淬炼精血。灵蛇老祖的炼气传承，配上万魂幡炼制之法，双法合一，提炼他的精血灵力，凝出法宝雏形。稳住，不能分心，一定要一次炼成。这法宝以后就是我的得力助力。灵火散了，第2次灵气爆发也该结束了。这番旗旗干如玉，旗面雪白，上面再用灵力题上人皇旗3字，完美。以后这杆万魂幡就叫人皇旗，通体雪白，圣洁无比，正符合人皇气质，与我灵力完美相融，正好炼化，收入体内温养。现在还是通灵武器级别，里面还没收容灵魂，以后多收些怨魂，品级自然能提升。人皇旗已成，再有机灵识不清的鱼妖拦路，就再也不会浪费了，正好用来滋养它。接下来该继续寻找机缘，为下一次进化做准备了。专心找机缘，岸上的事暂时不管，先顾好自己进化再说。这鸿蒙紫气浓的都发黑了，道友这人皇旗还真是越用越有大地气质。不过你确定这不是万魂幡的变异形态？说了是人皇旗就是人皇旗，名字只是个代号。倒是你刚解决对手就忙着炼化，就不怕还有其他转生者过来偷袭？放心放心，我刚用神识扫过了，这附近的转生者要么被咱们解决，要么早就跑没影了。而且那株能提纯血脉的灵草还在，咱们先把灵草收了再说。这旗子怎么回事？居然自己飞走了？是机缘，绝对是机缘。人皇旗在指引我们去更核心的机缘之地，那里有一股极其精纯的能量波动，比灵脉和化龙果还要浓郁。来者止步！此秘境是我们先发现的，识相的赶紧离开，别自找不痛快。那是万魂幡，没想到居然有人把这等魔器炼得如此精纯，还有那条蛟龙身怀龙族血脉。今日你们插翅难飞，乖乖交出宝物，或许能留你们全尸。想抢我的东西，也不问问我这人皇旗答不答应？
诸位都是转生者，何必为了一座秘境伤了和气？不如咱们联手进入秘境，里面的机缘各凭本事争夺，这样对大家都好，何乐而不为？可以，但丑话说在前面，进入秘境后禁止私下偷袭，按下杀手。若有人违反约定，我们所有人联手将其斩杀，绝不姑息。可以，我也想看看这秘境里到底有什么机缘，能让人皇气如此异动。是龙血果，居然是能大幅提升龙族血脉的龙血果！违反约定，死！丁，吞噬转生者2名，获得全属性50万点，获得技能龙威震慑。这些龙血果你拿着，对你提纯龙族血脉有很大帮助。多谢道友，你这份心意我记下啦。不好，这气息好恐怖，难道秘境里还有其他强大的存在？不管是什么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正好看看这秘境的核心到底藏着什么。吾乃远古龙族战将，镇守此界秘境已有万年。如今灵气复苏，此界即将面临域外邪魔入侵，唯有继承吾之力量，方能守护此界安宁。前辈，恳请您细说，域外邪魔是什么？他们什么时候会入侵此界？域外邪魔是来自其他世界的邪恶生物，以生灵的灵魂和灵力为食，残暴无比。此界灵气复苏的波动已经吸引了他们，如身怀纯正龙族血脉，如可愿意接受物质传承，肩负起守护此界的重任。我愿意，我深知只有此界安然无恙，我才能继续进化，最终成为真正的龙族，守护我想守护的一切。好强的力量，血脉在疯狂躁动，人皇气也在与我的血脉灵力融合。丁，宿主获得远古龙族传承，龙族血脉浓度大幅提升，系统进化完成，宿主即将进化为5爪真龙。太好了，防御力、攻击力、体力、灵力全都是1000万，血脉100%纯正龙族，修为突破大地境，功法和技能也全都圆满了。宿主5爪真龙，林渊藻防御力1000万，攻击力1000万，跑体力1000万，灵力1000万，灵力1000万，血脉龙族100%跑修为，大地净除功法，真龙天金圆满技能，吞噬 LV0，龙威震慑，龙须斩，百裂龙爪，追魂刺，遇水圆满，灵隐圆满。林渊，此界安危便托付于你了。林渊定不负所托。不好，秘境要关闭了。此界危在旦夕，我希望你们能与我一同守护此界。若有人执意要为非作歹，祸乱此界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是时候化形了，以后行事也更方便些。没想到道友化形后这么英俊，难怪能拥有如此纯正的龙族血脉，果然是人中龙凤。你也不错，化形后容貌倾城。接下来我要去人类世界看看，了解一下此界的具体情况。道友考虑周全，我与你一同前往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好强的气息，这人是谁？气质太出众了。巨骨蛇鱼提过的强者，比传闻中还强。阁下是谁？为何在此？我等无恶意，仅担心阁下惊扰民众。我叫林渊，是深海中的蛟龙，如今已进化为真龙。我知道域外邪魔即将入侵此界，此次前来是想帮龙国提升实力，与你们并肩作战，共同对抗外敌。
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进化成了真龙，修为还突破到了大地境。看来此界的机缘都被你占尽了。只是运气好罢了，多亏了远古龙族的传承。女帝，我此次前来，一是要告知你们域外邪魔即将入侵的消息，二是要为你们提供修炼资源和功法，帮助龙国快速提升实力，做好备战准备。有您在，龙国定能守住家园。这些灵草、灵石可用于你们修炼，这些功法包括真龙天经，适合军方士兵修炼。另外，灵蛇老祖的炼器传承和雪媚儿的阵法传承，我也会分享给你们的研究员，让他们尽快炼制出强大的灵力武器，布置好防御大阵，抵御邪魔入侵。10年时间到了，域外邪魔应该快要突破此界壁垒，入侵而来了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龙国士兵实力大幅提升，防御大阵也已布置完毕，臣服的转身者也都整装待发，一定能守住此界，击退邪魔。但愿如此，域外邪魔残暴无比，实力强横，我们不能有丝毫大意，必须全力以赴。请大帝放心，我等必定拼死一战，追随大帝，守候此界。卑微的生灵，准备成为5等的食物吧！杀！守护此界，击退邪魔，一个都别想活着闯入龙国！阵法启动，所有邪魔都给我留下来！尔等邪魔也敢来此造次，今日便让你们灰飞烟灭！杀！守护家园，拼死一战！卑微的生灵竟敢抵抗5等的入侵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此界必将成为5等的猎场，所有生灵都将成为5等的食物。孽障，休得放肆！竟敢伤害我守护的人，今日我必斩你！百裂龙爪！道友，我来帮你困住他，别让他再伤害士兵。孽障，看我拍碎你！道友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消耗太大，根本无法彻底斩杀他，必须动用全力了。没错，这孽障防御力太强，唯有全力一击，才有机会斩杀他。好，动用全力，今日必斩此孽障，永绝后患！真龙灭魔爪，这一击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道友，快，我困住他了，趁现在！孽障，别动，受死吧！吞噬！吞噬域外邪魔首领，获得全属性1000万点，系统圆满，速度已达到此界巅峰。乘胜追击，斩杀所有残余邪魔，不留后患！灵力全开，修复空间裂缝，不能再让任何邪魔闯入。人皇离渊万岁，龙国万岁！我们胜利了！胜利了！击退邪魔，守住家园！终于胜利了，10年备战没有白费。是啊，多亏了道友，若不是你，此界恐怕早已沦为邪魔的猎场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我们所有人齐心协力的结果。危机解除，但守护此界的责任从未结束。往后我会一直守护着这里，守护着所有生灵，再也不让他们遭受邪魔侵扰。